发展最悠久，历史也最久。它其实有一段很重要历史人文的区块在这个地方。那盐城区又离我们寿山很近，那我现在孩子是直接走读。那再加上我们的社会课，其实也有教他们如何做记录。也就是说，你观察到一件事情，不能只是快速的拍照。我还是希望的是，你可以借过拍照这件事情，去知道建筑物的细节。你想要对这间房子问什么问题？就好比认识一个人，你今天认识一个你不知道的房子，你会想问哪些问题？那我们想要把它记录成表格，去做一个统整的东西出来。我今天学习到怎么搭轻轨，然后认识房子，然后看地图。虽然没有找到全部的房子，但是很有经验。学习到要知道要怎么去找到那间房子，或是看一些就是被裁切过的照片，可是你要找到整栋房子。远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树的那个阴影。他们在整个路线上面的时候都蛮投入在，就是在取景啊，或者是在分享，甚至有一些学生可能会直接利用手机的功能，直接去查询他在路途上面看到的植物或者是风景，甚至分享他平常的生活经验。我觉得这个算是就是我们在这一个旅程里面可以看到不一样学生的样貌。平常走回家。平常会走回家的话，老实说的话，会发现一些就是平常都不会发现的事啊。那像什么树的种类是之类的。那今天沿途我们就会先从四海之家我们的历史建筑物，然后再往前走到我们的介绍的一些古建筑物，还有以前的这些建筑物的前世今生，都跟小朋友介绍一下。并且告诉小朋友，这个地方跟他们以前的地方是完全的不一样。最后，我们再到我们的愿景桥上面，针对高美馆的画作的这些作品，我们请小朋友看看这些画作，早期是在画的时候，他们的作家的视角是在什么地方？那画作的里面的景点跟现在又有什么不一样？那小朋友从高美馆的这些画作，跟他更加的了解，更加亲近这些画作，也更加了解自己本身家乡的一些变化。那今天呢，就透过很多个领域的结合，包含音乐的，包含画作背景，然后还有因为高美馆这边有提供那个 AR 的作品的部分。那 AR 作品很棒的是，它本身有根据创作背景，然后有搭配一些音乐，然后画家还有出来讲一下他的一些创作背景。猜猜看他在做的。相遇在南方有介绍到装饰的老师，那他的画作到后期有很多的抽象化的内容。那在我们5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们比较少接触到这个部分。那我就觉得借由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认识多元的媒材，而且还有拼贴的这个手法。那他也可以对抽象派这个定义呢有更多的认识。透过绘本啊，透过 AR 在更认识艺术家的想法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还蛮惊艳。特别是透过 AR 就发现，原来作者的想法是这样子一个转换的过程。然后孩子也用自己的方式，透过剪贴、拼贴，学习装饰老师的分式进行创作。孩子虽然对美术馆陌生，但却透过这一个案子，可以让他们认识说，原来其实高雄市有这个宝库。是不管是认识艺术作品或是休憩的这个好地方。那我的艺术课程是主要以风景作为整个课程的主轴，所以第1周我会教导小朋友去用不同视角观察环境，我们会请他们带着 iPad， 然后跟着我的步伐去一一的挖掘这个环境。然后第2周的话，我们会使用大量的艺术家作品，是关于描写风景的，它有各种不同形式，试图要从作品当中去启发或唤醒小朋友的生活记忆。然后第3周，我们就会激发小朋友的创造力，就是从原本的风景画，然后慢慢进阶到制作浮雕的纸模，然后在浮雕纸模上再发挥创造力的想象，这样。